喜怒哀樂一張臉，瞬間之間變化萬千。作為川劇的獨家絕活，變臉一直深受中國人喜愛。而在今年春節期間，有個中國小伙居然把這門絕活帶進了美國的高中裡。本來也就是隨便小露兩手，沒想着搞多大動靜，結果倒好，直接把在場的老外們驚出各種奇葩表情包，一個個蒙圈又震驚的樣子，看完真的笑不活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說到川劇變臉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，也是中國正經認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作為中國最早的魔術，據考證，變臉距離現在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。這幾百年從來沒失傳過，一代傳一代，至今還在舞台上發光發熱。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變臉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其實川劇變臉的形式有很多，我們平時在舞台上短視頻裡見得最多的叫扯臉，這種方式相對簡單，也是最容易被大家看到的。說白了，原理一點都不複雜。表演之前，演員會把臉譜一張張畫在綢子上，再把這些綢子臉譜仔細貼在臉上。每張臉譜邊緣都藏着一根細線，這根線會藏在頭髮、衣領或者頭飾這些不起眼的地方，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。表演的時候，演員就配合着揮折扇、做手勢的動作，悄悄拉動細線，快速把臉譜扯下來，轉瞬之間就能變一張臉。這也是變臉最讓人着迷的地方。幾百年來，這種表演一直保留着傳統味道，慢慢也走進了更多人的眼裡。而這些年，喜歡變臉的人越來越多，它也慢慢走出國門，火到了國外。不管是海外華人聚會，還是外國的各種活動，只要有變臉表演，肯定能引來一堆驚嘆。這不，最近一位中國小伙在美國高中的表演，直接火出了圈。視頻中我們能看到，小伙穿着標準的川劇服飾，臉上貼着鮮紅的臉譜，在一群美國學生的歡呼聲中，慢慢走到舞台中間。估計這些學生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川劇裝扮，一個個興奮的不行，有人鼓掌歡呼，還有人激動地跳起來，氣氛一下就拉滿了。小伙走到舞台中間，先抱拳鞠躬，跟現場的師生問好，就這一個簡單的動作，歡呼聲更響了。緊接着，他二話沒說，手中折扇輕輕一揮，就一個利落的手勢，臉上的紅色臉譜瞬間變成了藍色，速度快到看不清。此時的現場瞬間安靜了1秒，緊接着就響起了一片驚呼聲，還有老外忍不住尖叫 ：“What？ 你是怎麼做到的？”那語氣裡的震驚藏都藏不住。這一幕被拍下來傳回國內，中國網友直接笑噴了，評論區全是調侃。有網友表示，捧場這一塊老外從來沒輸過，哇哇叫的樣子也太真實了。還有網友表示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們的蒙圈。當然，表演還沒結束，隨後小伙還主動邀請台下學生上台互動。這一下，現場氣氛直接衝到頂峰。他先邀請了一位寸頭小哥上台，兩人簡單打了個招呼。小伙沒多餘廢話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揮了揮手，臉上的藍色臉譜瞬間變成了粉色。這突如其來的變化，直接把寸頭小哥嚇懵了。他下意識雙手抱頭，當場尖叫起來，眼睛瞪得溜圓，表情又誇張又好笑，妥妥的表情包現場，情緒價值直接拉滿。隨後，小伙又邀請了一位背包小哥和藍色衛衣小哥上台，他倆的反應跟寸頭小哥一模一樣，都是被嚇得連連後退，尖叫不止，臉上又驚又懵的樣子，被網友截圖做成表情包，在網上傳的到處都是。表演最後，小伙口中叼着折扇，做了個帥氣的手勢，輕輕一揮，最後一張臉譜被扯下來，露出了自己本來的樣子。現場頓時響起歡呼聲和口哨聲，學生們紛紛鼓掌，後面還有人主動上前跟小伙合影，看得出來大家是真的喜歡這場表演。聽小編說了這麼多，那我們就再來聽聽現場的原聲吧。What?
除了這位小伙，之前還有一位在美國餐廳表演變臉的小伙，也同樣火出了圈。視頻裡，小伙在餐廳的用餐區表演，周圍坐滿了外國食客。一開始大家還在正常吃飯，看到變臉表演，全都放下餐具圍了過來。當小伙走到一位外國小伙面前，示意他伸手摸一下自己的臉，這個外國小伙半信半疑，猶豫了幾秒，才小心翼翼地用手指頭點了一下臉譜。沒想到下一秒，小伙的臉瞬間變了樣，毫無預兆的變化把這個外國小伙嚇得當場尖叫，身體還下意識往後縮。之後，小伙又給其他外國友人表演，每變一次臉都能引來一陣驚嘆和歡呼。現場的老外們臉上全是不可思議的樣子，有人拿手機拍照錄像，有人不停點讚，還有人拉着小伙追問變臉的秘密，場面特別熱鬧。這段視頻傳到網上後，網友們也立馬炸鍋了，評論區全是調侃的話。有人說老外的反應太真實了，每次都被嚇一跳，又忍不住想看。還有人調侃，看完這個視頻，我的功德都笑沒了，老外也太可愛了。其實說到底，變臉能這麼受老外歡迎，不光是因為表演神奇，更因為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，能用這種有趣的方式讓老外了解中國傳統文化，也確實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。其實變臉不只是川劇的看家絕活，更是用來展現劇中人物內心喜怒哀樂的一種方式。相傳最早的時候，古人為了對付入侵的猛獸，就在臉上畫各種狰狞的圖案，靠變臉的法子嚇跑他們。後來被民間雜耍班子學去，慢慢發展成了一門絕活表演。那變臉又是怎麼走上川劇舞台，被更多人知道的呢？說到底，還是靠20世紀30年代的傳統川劇《歸正樓》。這出戲裡的主角劫富濟貧的時候被官兵追捕，就靠變臉的技巧巧妙脫身，這門技藝也跟着火了起來，被更多人熟知。剛開始的時候，變臉的表演特別簡單，演員臉上戴的是多層紙殼面具，表演時用煙火或者折扇擋一下，一層層揭下來就完事了。後來隨着川劇慢慢發展，一代代川剧名角不停琢磨加創意，把變臉的技藝越練越精，到最後變臉就成了川劇最拿得出手、最叫得響的一張名牌。不過小編得說一句，川劇的好東西可不止變臉這一樣。作為中國4大劇種之一，它的唱腔、幫腔技巧，每一樣都值得好好說道。大家是不是也好奇，川劇這麼厲害，到底是怎麼來的？川劇的起源能追溯到先秦時期，甚至更早。真正興盛起來是在明清兩朝，那時候很多人移民到四川，各地的會館到處都是，南北各種戲曲也都傳到了四川，和四川本地的方言、民歌小調融合在一起，慢慢就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川劇。而變臉只不過是川劇裡最精彩的一個小片段罷了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川劇就迎來了自己的黄金時代，不光在四川本地人人喜歡，到處流行，還走出了國門，走向了世界。1953年，一批川劇演員跟着部队文工團去了朝鮮演出。1959年，成都和重慶的演員一起去了波蘭、保加利亞等國表演。隨着川剧一次次出海，不少經典大戲抓住了歐洲觀眾的目光，其中變臉表演更是名聲大噪，被國外觀眾叫做東方魔法。直到現在，不管是大型賽事還是文藝表演，都能看到變臉的身影。就說第31屆成都大運會吧，來自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的國家2級演員康勇，就給現場觀眾和各國運動員表演了一出超精彩的東方魔法。中國紅大花臉、孫悟空猴臉、大熊貓臉，短短20秒內，12張不一樣的臉譜接連變換，快到讓人看不過來，現場所有人都驚呆了。那屆大運會女子10米气步槍銀牌得主美國選手塔克，近距離看完表演後，一個勁的稱讚，直言我看了許久也沒想明白變臉的奧秘，還忍不住誇變臉是我見過的最酷的表演之一。現在國潮越來越火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開始加入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隊伍裡。在海外社交平台 TikTok 上，和川劇變臉相關的視頻播放量早就超過了1000萬，不少外國年輕人紛紛穿上川劇戲服，學着表演
變臉這門東方魔法，哪怕動作笨笨的不熟練，也能看出他們是真的喜歡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